一句不想结婚，不想生小孩，家里人骂我自私，他们说当初就不该让我读书。当时的一段亲身经历让我彻底明白，有时候读书多反倒是原罪。那是2023年过年，距离现在有2年了，但是我现在一直是记忆很深刻。当时我在家待了有7、8天，大年初二那天下午，我在自己房间里看喜剧，门其实没有关好的，我妈妈敲门就进来了。我妈的性格我很熟悉，她就这样子静静地坐在旁边，一般就是可能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我没有主动问她什么事情，就假装还在看电影。她安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开始问我了。她说：“你们公司有没有合适的人？有没有喜欢的人？”我说都没有。她接着就非常着急地说：“他说那要赶紧找，自己找不到就必须要去相亲，结婚比工作是更重要的。年纪越大就越会被人议论。”听到这些我也没有回他，说实话我不想吵架，也知道我的想法跟他是不一样的，会产生矛盾。他看我没有说话，他声音更加着急了。他说：“你看你的很多朋友孩子都多大了，就剩你。他说早知道你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读那么多书。”这句话我听着挺刺耳的。我了解他的意思，很多和我同龄的朋友确实早就没有读书，或者说休学比较早。工作、结婚、生小孩是一气呵成，1胎2胎接着生。而我这一个读了点书的，倒成了他们的一类。我妈妈还在继续，她说当初支持你读书也是想要以后你能帮弟弟。我听完抬起头看着我妈妈说：“我说弟弟结婚必须得靠自己的本事，我自己帮不了。”我说完这句话，我感觉她是不开心的，她没有说话，就自己站起来下楼去了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站起来轻轻地把房门锁了。只是那时候突然觉得刚看的电影一点都不好笑。我的父母其实不算特别偏心的，但他们那一辈就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必须结婚。这让我想起作家余华的话，他说在中国式的婚姻里，爱不爱常常不重要，大家只在乎你结没结，后面日子幸不幸福有没有钱也常常没有那么重要，关键是你得把这个婚结了。这段话真的是把这种结婚的压力说得很透。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情况就是这种真实写照，他是从25岁就被家里催着相亲了，到了30岁就越来越严重。他家里人早上给他安排一个，下午给他安排一个，像相亲赶场一样，时间久了，做我的一个邻居都是当做一个笑话去看的。后来他结婚的方式也让我有点难以接受。男方的家里是说是必须要怀孕了才能领证，我朋友跟他家里人答应了。朋友怀孕后就顺利拿到了结婚证，但是没有过多久，因为她在怀孕期间是和婆家住在一起的，生活上的一个矛盾非常严重，吵架也吵得很凶，最终就生完小孩子，然后可能自己选择了离婚。结局男的一方自己靠着一份彩礼得到了传宗接代，然后我的朋友得到了一身病。你看，所以当有人指责我们因为不想结婚而自私时，也许就是这一份自私反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有些路不是为了走给别人看才走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被催婚、被说自私的经历，或者说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。我是木兰，下期再聊。